季主任，你是想找什么吗？这个柜子怎么没锁？哦，这个柜啊，早就坏了，合不上，一直就没用。 所以丁优美是高慧兰的女儿。你看啊，那张穿校服的是刘媛媛，眉心有颗痣的是丁优美，这两个人简直是一模一样，除了眉心的那颗痣。那会不会是长大以后整容了呀？我怀疑他们替考。替考？对。你是说刘媛媛帮丁优美替考？对。我跟老万去查过丁优美。 丁优美在班上的成绩一直属于下游，但却在那年的托福考试中异常高分，顺利前往美国留学。反倒是刘媛媛平时成绩优异，却在本应该考试的那一年缺考。刘媛媛缺考背后肯定有隐情，有没有可能是她替丁优美考了托福，但影响了自己的考试？现在考试的试卷应该找不到了，我们查一下当年考试还有什么其他线索。好。 如果刘媛媛一直握着当年高慧兰母女替考的把柄，这些年来一直不断的去威胁他们，最终导致了高慧兰母女忍无可忍，把她杀了。但一开始也是刘媛媛先拿的刀啊。有没有可能是刘媛媛想杀人，最后反被杀了？小心放下监控。 这个监控显示，刘媛媛在进入高慧兰实验室后15分钟左右离开。还有别的角度吗？没了，那边新实验楼就这台。小溪倒回去。好。再播放一遍。你们看，他手上多了一个黑色塑料袋。 他进去的时候毫不遮掩，出来的时候却一直刻意的挡着自己的脸，有问题。丁优美是学校的人，她应该知道学校每个地方哪里有监控。画面这么黑，我们怎么可以确定视频里这个人是刘媛媛，还是说由丁优美扮成的刘媛媛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这个人如果真的是丁优美假扮，那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的就是。 查到高慧兰给刘媛媛汇款的证据了。不对啊，我之前查过刘媛媛银行卡记录，没发现异常啊。
存折登记是在他妈妈的名下。除了最近的级别往来之外，你还记得当时我们在他宿舍查的那本旧存折吗？也是在他妈妈名下。记录显示，最早的一笔汇款是在11年前。还有一个重要信息，当年高考和丁优美托福考试的日期是同一天。11年前，也就是刘媛媛缺考的那一年。对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高慧兰除了给刘媛汇款之外，还给一个叫栾芳的人汇了笔不小的钱。这个栾芳我查了一下，和丁优美是同班同学，并且他当年就跟丁优美在同一个高上。查一下这个栾芳。好，把高慧兰和丁优美也带回来问一下。好，我去。我们已经找栾芳问过话了，据她交代，当时她见到了丁优美。优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要考托福吗？栾芳记得丁优美说过，她要去考托福，所以那天在高考考场见到了丁优美，她还有些意外。我们查到那年高考和丁优美参加的托福考试是同一天。一个人是怎么同时参加了2场考试的？这个问题，你应该知道答案。当年是不是刘媛媛替你考的？是，但是是我妈妈安排的。我当时年纪特别小，什么都听我妈妈的。6天前下午，刘媛媛是不是去实验室找过你？确实，媛媛来实验室找过我。丁优美当时在吗？他们起了争执。因为什么起争执？你就算不交代，我们也查得出来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女儿的前途着想。因为当年那件事情。当时都发生了什么？当年我免费为媛媛的母亲做了一场手术，就是为了让她替优美考试。我是救了媛媛母亲一命，但是这11年来，她一直用这个秘密威胁恐吓我们。汇款记录呢？怎么回事？他们一直拿替考的事情威胁我们，是让我们不断的给他钱。所以这么多年以来，你母亲高慧兰给刘媛媛汇款，都是因为当年替考的事。所以，你们就杀了她，替换尸体，抛尸。是她一直在伤害我们。媛媛的母亲去世以后，她不停地联系我，我都没有回复，所以她就直接来实验室找我了。高慧兰，我妈死了，是你害死她的。你妈死了？她怎么死的？怎么死了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是你害她的。不是圆圆，我怎么可能害你妈妈呢？我不可能害她的。你妈妈的病情你又不是不知道，11年前要不是我救她，给她做了一场手术，她早就没了。对，当年是你救了她一命，但也都是因为你。现在我妈死了，我的人生也毁了，都是你们害，都是你们害的！你听我跟你说，我不可能，我不可能不害你妈妈！这个你冷静，圆圆没事，这个不是我家的，你冷静，圆圆，说圆圆。那天我在实验室旁边，听到我妈和刘媛媛的争吵声，我就赶紧跑了过去。开门后就发现刘媛媛像疯了一样拿着刀冲向我的妈妈，然后我就赶紧冲了过去。
都是你干的！圆圆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刘圆圆，你在干嘛？后来我也摔倒了，这个玉器就是当时摔下的。然后呢？圆圆的母亲过世了，她很伤心，我能理解。这些年，她被她母亲的病拖得也很痛苦，我也能理解。我理解圆圆做的一切。圆圆，圆圆别怕啊，没事的。虽然你妈妈没了，但是你还有我，我会帮你的，你的人生也会重新开始的，啊！没有人可以帮我。谁都帮不了，没有人可以帮，没有人可以帮。没有人可以帮，没有人可以帮我。没事啊，不怕啊，我会帮你的，我会帮你的。后来他哭了一会儿就离开了。那我们上次去找你，为什么没说？你们上次问我有没有去过标本室，我并不知道圆圆的事情跟标本室有关系啊。我知道的已经都说了，从那天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刘媛媛了。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调一下监控，看看刘媛媛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的。你对监控的运行还挺了解吗？警官，我不知道您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照片上这个人是你吗？这不是我，这是刘媛媛。我知道小时候我们长得挺像的，但长大之后我做了整容，也就不像了呀。这么确定她就是刘媛媛？这衣服和包包，跟那天她在实验室时一模一样，这真的是刘媛媛。你是不是让丁玉梅假扮刘媛媛离开了？凡事都要讲证据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是，当年我让圆圆替优美考试，这件事情我一直很后悔，是我做错了。但是那天圆圆离开以后，我和优美一直待在实验楼，第二天中午才离开的。高慧兰当天接触的具体是哪一具大体？登记表上显示的是4号。
我看看他当天的解剖记录。好。疑似解剖记录：腹腔解剖常规程序，断裂眼室，肺叶壁面区域切除眼室，心脏瓣膜2间半脱垂症状观察。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把它翻过来。结合学校其他监控视频，确认高慧兰说的没有错，他们确实是第2天才从实验楼离开，中间只有高慧兰和吴冕出入运送大体的画面。我们现在确实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丁由美两母女跟刘媛媛的死有关。学校的监控我们都查过了，刘媛媛确实从实验室出来之后离开了学校大门，离开后就消失了。我们没有办法查到她最后的行踪。那一带的监控都是很多年前的老设备了，拍出来的人都很模糊，根本分不清楚到底是刘媛媛还是丁由美。我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证据。刘媛媛在家附近超市买了漂白水、手套、黑色塑料袋，还有一把刀。当年我免费为媛媛的母亲做了一场手术，就是为了让她替优美考试。我是救了媛媛母亲一命，但是这11年来，她一直用这个秘密威胁恐吓我们，是她一直在伤害我们。那天我在实验室旁边，听到我妈和刘媛媛的争吵声，刘媛媛像疯了一样拿着刀冲向我的妈妈，然后我就赶紧冲了过去。有没有可能是刘媛媛想杀人，最后反被杀了？致命伤是被人用接触面大约8公分的锤子，从死者的右侧颅顶敲击致死。我们现在初步判断，凶器就是这样型号的医用锤。你跟老万之前在实验室后山发现的那个铁网口子，如果不是凶手逃离的路线，而是回来的路，假设是由丁由美假扮刘媛媛要离开实验室，而她特意路过有监控的实验楼门口和校门口，制造了刘媛媛离开合成医科大学的假象。等丢弃完头颅，再从铁网回到实验楼，就可以避开校门口的监控，重新进入学校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被监控拍到回来的画面。可是他是怎么避开实验室入口的监控，再回到实验室，并且第2天还能从里面走出来？继续查，看有什么可以佐证我们推论的证据。高原，哎，镊子和证物袋。哦，是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这儿。这好像是什么东西的纤维。这还有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人体组织。
可是刚才检查大体身体的时候，身上并没有擦伤的痕迹。因为这不是大体的物质。这柜子里除了大体，还能有什么东西？高慧兰那天进出标本楼去借大体，应该还有一个人陪同。他一个学生叫吴敏。吴敏说是高教授担心他考试不过，单独叫他过来，告诉他考试重点。我和小谢后来去找保安问过，跟吴敏讲的一样。按照医科大学的惯例，上有关解剖的课时，一般都是叫学生集体到解剖室上课，不会搬着大体各个教室到处跑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故意移动大体？移动大体的时候，一般都是放在尸袋内的，这是对尸体的一种保护，但同时，也是最好的障眼法。也就是说，刘媛媛的尸体是在利用转移大体的机会进入了标本室。可是，一具尸袋里面装有2具尸体，难道有学生看不出来吗？除非那个学生是共犯。齐主任，对比结果出来了。排除共犯的可能性了。我和高原重新回到了标本室，检查了一次。我们发现4号尸柜当中有衣物纤维残留以及第三者的人体组织。衣物纤维已经证实是源自于刘媛媛的那件大衣，而人体组织对比则符合大衣上验出的第三者 DNA。所以最后是丁由美穿了刘媛媛的大衣。没错，高慧兰在说谎，刘媛媛根本没有活着走出她的实验室。丁由美在埋了头颅之后，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到实验楼，因为她知道这样一定会被监控拍下来，所以她将4号尸柜的大体挪到了废弃的5号尸柜，而自己则躲进了4号尸柜。她只要等高慧兰和吴敏来接大体，就可以完美的避开监控，重新回到实验楼。所以高慧兰运送的根本就不是大体，而是丁由美，而且还找了一个害怕尸体的学生，所以就没被发现。丁由美假扮尸体被高慧兰和吴敏运回到了实验室，而高慧兰则连夜完成了对刘媛媛的肢解。
并再次叫吴敏将大体重新送回到标本室。只不过，这次送回去的并不是大体，而是已经被肢解了的柳媛媛。剩下的事情就能连上了。高慧兰重新回到标本室，将刘媛媛的尸体残肢放进标本罐里。她将刘媛媛的尸体残肢和标本尸块对调，再对标本骨头进行进一步处理，最后四处抛尸，制造多名受害者的假象。其实4号尸柜的大体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标本楼，而是被放在了废弃的5号尸柜当中。他们只要重新再找一个时间，将大体放回4号尸柜，就完成了整套犯案流程。那所以现在我们只需要提取到丁优美的 DNA， 证实她是穿着刘媛媛外套躺在尸柜里的这个人，这个案就结束了。我们在你的实验室发现了大量刘媛媛的血迹，那才是她死亡的第一现场。在刘媛媛的大衣上，还有标本室的4号尸柜里，都发现了你女儿丁优美的 DNA。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跟我女儿没有任何关系，她只是听我的话而已。那你为什么要杀了刘媛媛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她好。圆圆是个好孩子，当年让她替考，是她帮了我和优美，但是我们也帮了她。高医生，今天早上17床情况还挺稳定的，但是19床出现了心肌绞痛的情况，待会儿还得麻烦您再去看一下。好。高医生，优美，高医生，优美那个不是您闺女，和您闺女挺像的吧？是。这女孩是17床的什么人啊？她是17床的女儿，一个很孝顺的姑娘，听说学习成绩还很好呢，是年级前3的。也是难为她了，每天都在病房里做功课，自己还是个孩子呢，就要照顾妈妈。我管你吃什么，我管你喝，你要什么我给什么，这就是你给我成绩吗？啊，这就是你给了吗？考出这样的成绩，再丢了我脸！行了行了，他下次一定注意，你别动手。注意，念，这书咱们不念了。还有你，都是被你给惯的。我告诉你，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女儿。
妈，怎么办？爸会不会把我赶出去？不会的啊，放心，有妈妈在，妈妈会保护你的。可是这样不会被发现吗？没事的，只要你答应啊，我就立刻安排对你妈妈的手术，而且我亲自督导，费用我全部都承担。好孩子。那个时候我是想送优美去国外读书，所以就拜托圆圆替优美考托福。第1年就让圆圆先替优美考，第2年她再自己考。谁知道第2年，圆圆自己没有发挥好，是我害了圆圆。所以刘媛媛觉得你毁了她的人生，这11年来一直恐吓你，所以你就愤然而起把她杀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圆圆是个好孩子，她从来都没有怪过我。她只是自己一直很自责这件事情，觉得是因为她自己的紧张把这件事情搞砸了，所以我也想资助她，想让她去重读。但是她妈妈的病一直拖着她，那是个无底洞。前几天，圆圆又过来找我，说她妈妈的病又复发了，希望我能再帮她一次。她妈妈的病反反复复，这10几年我是看得到的。圆圆因为她妈妈受到的拖累，我很心疼，我也很想帮助她，但是我知道，要想解决这件事情，必须得找到问题的根源。所以我就去找了她妈。圆圆妈，好多年没见了。是啊，高医生，家里条件不好，你别介意。我听圆圆说你最近状态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我特地过来看看你。谢谢你。我的这个身体呢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治不好了。要不是为了圆圆，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。圆圆是个好孩子，你这个病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拖累她，你忍心吗？你知不知道圆圆本身能考上医科大学，能过上更好的生活？圆圆之所以沦落到今天，这都是因为你。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就希望她觉悟啊，希望她放弃治疗，放弃她自己，放过她女儿。圆圆是因为你毁掉了自己的人生，你说你是为了她在撑我，你想过没有？她愿意过这种生活吗？啊？你的病我很清楚，我坦白的告诉你，你这么拖下去，对她来说就是一种负担。不会的，他们不会这样想的，不会的。圆圆她当然不会，圆圆是个好孩子，但你呢？你但凡有点做妈妈的样子，就不应该吊着最后一口气来折磨她。你到最后说白了就是两脚一伸走了，他呢？他还要继续去还因为你欠下的那些债。你想活着，你只不过就是想让他来陪葬你的人生罢了。
就有多后悔，没能保护谁。错了，别说对，都是犯的罪，哪怕是误会。所以你为了刘媛媛，杀了刘媛媛的母亲。像她妈妈这样的病人我见多了，反反复复的，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他要想让他女儿过上好日子，也只能这样。再说了，人到最后不都得死吗？我只是去教他如何做个好母亲。你太自私了。你说对刘媛媛好，那你为什么把她杀了？你不觉得这样自相矛盾吗？那天媛媛来到我实验室，给我了一颗她妈妈从我衣服上扯下来的纽扣。媛媛，你听我说，没事的啊。虽然你妈妈没了，但你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的。我会帮你，不用担心，啊。是你们害死了我妈，是你们！圆圆，你别快杀了圆圆！圆小美，听妈妈的话，把她的衣服穿上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啊，妈妈来处理。啊。别害怕，有妈妈呢。听我的话，我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救我女儿，而且这些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希望你们能把我女儿放出去，告诉我你们，让她好好生活。小希，怎么了？少了一颗。
我妈她怎么样了？你妈已经交代了，她承认是她杀了刘媛媛。您是说，我妈她认罪了？我妈她不会。我想问一下，我妈她会怎么样？按照司法程序，检察院或许会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你妈。起诉之后，这个需要法院来判决。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我妈要不是因为要保护我，她不会让刘媛媛替我去考试。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那我会怎么样？你涉嫌包庇等罪，法院会按照情节轻重对你进行量刑。你妈希望你以后可以好好生活下去。这个丁由美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妈成日里嘴上说着为我好，让我成为她心中的样子的乖乖女，这就是对我好吗？小美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求求你。你知不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在害她？你研究大脑对光的反射作用，是不是在帮里面研究毒品？你怎么会有这份资料？原断案是我破的，他是还失败，我比你清楚。你女儿掉下去了。真相在证据之后，但你现在把他弄反了。翟西西不是意外坠亡，你为什么杀他？为什么要杀他？而是他杀的。